在睁开眼时，蓝忘机已经从浴桶里跑了出来，连衣服都穿好了。不过因太过匆忙，他身体没擦，是直接湿着身体套了衣服的。那衣服浸出了一大片湿润的痕迹，头发也湿哒哒的披在身上，脚边还在滴着水。从没见过蓝忘机有这种狼狈的模样。魏无羡还想多看几眼呢，蓝忘机就已经大步走出了屏风。魏无羡跟了出来，蓝湛，他又没干什么，应该说还没开始干什么，哪想到这人反应那么大。再说了，他想帮蓝忘机擦个背而已，又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。蓝忘机此时拿着毛巾在擦头发，一身水汽，脖子上的水珠还在缓缓下淌，好一个出浴美人，如出水芙蓉般，令人移不开眼。魏无羡一时忘了自己刚才想说什么了，蓝忘机看向他，立刻又将眼神移开。魏婴，你去沐浴。魏无羡一身都湿得差不多了，比刚洗完的蓝忘机好不到哪里去。他道：啊，蓝湛，都是你，怎么那么幼稚，还弄我一身的水。也不想是自己动手在先，魏无羡歪着嘴走进屏风去，幸好蓝忘机没把热水用完，他又加了些进浴桶。蓝忘机眼睛又瞪出来了，没多想走进屏风里。我给你打新的。可魏无羡已经脱到一半，整个肩与半个后背都露在外面。他转头回来道：韩光俊，怎么了？不让我给你擦背也行，那你来给我擦。那必然不可能，水是换不了了。蓝忘机立刻又转身出去了。魏无羡严重怀疑姑苏蓝氏对擦背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，除了他想偷偷看一下蓝忘机外，搓澡时互相擦背这种事不是很正常吗？还可以在泡热水的放松下聊聊天，升华升华感情。没想到接下来蓝忘机和他拉开的距离更远了，魏无羡往哪，蓝忘机就向反方向移动，也不给他揉腿了。魏无羡在床上打滚，嚷嚷着腿疼走不了路了。蓝忘机默默出门了一会，再回来时给他买了个木质的小锤子，让他自己锤，这是什么老年乐的玩意。不过魏无羡不敢抱怨，他可是很珍惜和蓝忘机共处一室的机会，他再乱说些什么话，蓝忘机绝对会再去开一间房，只好自己闷闷不乐的在床上捶腿。这日蓝忘机不知道出去干什么了，剩魏无羡一个人好生无聊，听到店小二在敲门，他随口让人进来了。店小二手上端着一个食盘进来，上边装着2碟小巧精致的饭菜。魏无羡才想起来这回到饭点了，难怪他肚子有些饿。虽然蓝忘机不搭理他，但还是关心着他的嘛，还叫人送饭上来。魏无羡心情有点好，微笑道：小二，今天的饭菜怎么做这么精致？好看是好看，够不够吃啊？那小二也笑笑：公子，这不是给您吃的。魏无羡莫名其妙眨眨眼，小二又道：白衣公子说这是给他那2只山鸡准备的。魏无羡嘴角的笑容不见了，变成了抽搐。对了，他想起来那2只山鸡还在呢，蓝忘机还帮山鸡叫了饭菜，这什么意思？他魏无羡现在是完全不如山鸡了吗？店小二也是觉得人不如鸡啊，有钱人家养的鸡吃的都这么好，心里抹了把泪，退出去了。魏无羡握紧了陈情，瞪着那2只山鸡。是了，这2只鸡现在和蓝忘机感情可太好了，跟蓝忘机待在一起久了，连鸡都变优雅了。在蓝忘机看书写字时不会出声乱叫，清晨打鸣也在卯时蓝忘机起来之后，绝对不打扰蓝忘机。蓝忘机偶尔练琴时，他们还会蹲在旁边舒服的眯起眼来。魏无羡越想越觉得悲惨，他拿什么跟这2只鸡比啊？别说接近了，他现在和蓝忘机的距离在倒退啊。他是真的很无奈，过去与山鸡蹲在一起，用陈情戳戳他们的肥肚子，叹气道：鸡兄，怎么把蓝湛弄到手的？教教我呗。那2只鸡高傲得很，投射过来的眼神完全看不起他，还咕哒咕哒的叫。他可是魏无羡，怎么能忍受被2只鸡看不起？抓着1只的翅膀大喊：我现在就炖了你！咕哒咕哒声乱闹，鸡毛满屋子飘。蓝忘机开门的时候就看到魏无羡和2只山鸡在打架。蓝忘机赶紧进房：魏婴，干什么？他声音听着冷冷的，蓝忘机该不会怪他在欺负鸡吧？但魏无羡又不能说他是因为你在和鸡吵架。魏无羡声音小小的道：没什么，我饿了，都饿委屈了。蓝忘机提着一个大食盒道：今日有上新菜色，等得晚了些。原来不是没帮他准备。这一瞬间，魏无羡觉得自己在蓝忘机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他将鸡一扔，跑到蓝忘机身边，
跟着他一起摆那些菜出来。还是红彤彤的一桌，魏无羡看的时候开心，但吃了几口又有些发愁。魏婴，味道不好。不是，挺好的。顿了会，他道：蓝湛，你不喜欢擦背，我就不擦了，你别不理我了。蓝忘机眼神微微一闪，没有不理你。还说没有，魏无羡可要抗议了，以后也不可以不理我。蓝忘机给他夹菜，了一声，感觉两人气氛好了些。魏无羡就来劲了，正想把这几天的不满都倒出来，那边那两只鸡又开始咕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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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魏无羡怒了，叫什么叫？他看了一眼那鸡，又看向了蓝忘机，用陈情指着那处道：蓝湛，那个。蓝忘机随他看过去，就见那两只鸡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蛋。蓝忘机过去捡了起来，道：下蛋了。不对呀，蓝湛，这两只都是公的呀。魏无羡用手比划了那个鸡冠的形状，确定他抓的两只都是公的。蓝忘机便告诉了他一个常识：若同处的鸡里面没有母鸡，就会有公鸡变得可以下蛋。魏无羡确实不知道这个常识，他怎么会有鸡的常识？他对鸡又没兴趣。但蓝忘机这么一说，原来蓝忘机知道两个公的也可以啊。魏无羡恍然一想，两个公的也可以。魏无羡虽然阅遍无数春宫图，却没有涉猎过龙阳方面，所以没有把问题细想。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蓝忘机一个会来偷吻他的人，会不知道两个男人之间的那点事？再想的细一点，若蓝忘机是个明白人，那些对于魏无羡的奇怪举动，未必就是不乐意了。魏无羡想起那天蓝忘机喝醉之后的反应，无论是人还是身体，都变得直白了。那不就是说明，其实蓝忘机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那样吗？不过是平时太会忍耐。魏无羡茅塞顿开，冰清玉洁的小骨板怕是接受不了自己身体上的变化，还担心被发现，所以蓝忘机是在逃避。想通了这点，魏无羡真想旋转跳跃，外加叉腰狂笑。蓝忘机就看着他莫名其妙的一会笑，一会停下想一下，一会又开始笑。他是不明白了，山鸡下了个蛋有这么开心？魏婴喜欢鸡蛋。魏无羡看都不看放在桌上的鸡蛋一眼，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原来如此，蓝忘机了解了，从今往后魏无羡的饭菜里就要加上鸡蛋了。魏无羡大概是真喜欢的，自从给他加蛋之后，心情好了许多，成天带着笑，那怪异的举动也略加多了些，动不动就往蓝忘机身边贴。蓝忘机理不理他没关系，他都可以贴。他闹着小锤子没用，腿疼，蓝忘机不理他。不过是走了几里路，这都躺了几天了还疼。那魏无羡还是个习武的人吗？但他就是说疼，边喊边从床上滚到地上，再滚到蓝忘机身边，把自己的头搭在蓝忘机腿上。蓝忘机推他，他就一个劲的乱蹭。蓝忘机吓到了，忽然起身，害得魏无羡一点防备都没有，一头撞向地面。魏无羡捂着头，简直想哭。蓝湛，痛死我了！虽是他自作自受，但蓝忘机对他还是于心不忍，道：抱歉。魏无羡道：你过来帮我揉。蓝忘机站着一动不动，并不打算过去，但实在被他吵得没办法，便出去叫了店小二，给他上了2壶酒，再炒了2碟鸡蛋，给他下酒，当作赔礼。魏无羡这个得寸进尺的，喝了2杯，又对他眨眨眼道：蓝湛，来陪我喝2杯。大概心里是过意不去，蓝忘机竟还真走过来了。魏无羡面色一喜，腹又立刻沉了下去，切了一声。只因蓝忘机并没有打算喝酒，做事坐下了。他拿起茶杯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不过就魏无羡喝酒，他作陪而已。魏无羡计划失败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再倒一杯，边喝边偷偷斜眼看看蓝忘机。不得不说，这人难搞，相当难搞。对于蓝忘机这样的人，魏无羡须得抓点实际证据才行。他已经千方百计的撩拨了，蓝忘机一直在提防，想再骗他喝点酒吧。可这人是蓝忘机，同样的招数对蓝忘机使用不了第2次。有时候蓝忘机会问他：魏婴，你为何要送我？可能是他的行为举止实在太蹊跷了，蓝忘机想来想去想不明白，干脆直接问了。魏无羡道：我都说了是要以身相许了。但他就算再说以身相许80次，蓝忘机已经毫无反应了，只当魏无羡不想说，顶多瞪他2眼，继续该干嘛继续干嘛。
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